也不是没想过魏无羡会在某一天变回来，可真到了这一天，他欣喜之余却又惆怅不已。原以为可以陪着他慢慢长大，却原来也只给了他伴他童年短短1成的光阴。魏无羡不知小声嘟囔了句什么，蓝忘机并没有听清，却见他眼睫颤了颤，缓缓睁开了眸，入眼便是一张放大的俊颜。魏无羡惊呼一声，下意识往被窝里缩了缩，忽而反应过来，无奈地瞥了蓝忘机一眼。是，他承认他家二哥哥很好看，可再好看，夜里醒来突然对上这么一张脸，他虽然胆子不小，偶尔也是会被吓到的，好吧。看了眼桌上的烛火和窗外浓墨的夜色，魏无羡揉了揉眼睛，满目不解，二哥哥，你大晚上的不睡觉，这是干嘛呢？晃了晃被蓝忘机握在手里的手，好笑地看了他一眼，这大晚上的不睡觉，还牵着他，难不成是怕他跑了不成？蓝忘机身子僵了僵，放开他的手，往后退了3、2步，同魏无羡拉开了些许距离。魏婴，你是谁？魏无羡闻言微微瞪大了眼，看着蓝忘机，忽而笑出了声，二哥哥，你这问题问得好生稀奇，既是唤他一声魏婴，又何须再问他是谁？我是说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二哥哥，你睡迷糊了吗？见蓝忘机满脸严肃，魏无羡敛了脸上的笑，伸手想去碰碰蓝忘机的额头，见他躲了过去，撇了撇嘴，有些不乐意。二哥哥，我当然知道你是谁，你是蓝湛。蓝忘机是我的二哥哥，还是我的道侣？我们今天刚举行了节气大典，你不会忘了吧？还是说你反悔了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魏婴，你多大了？蓝忘机此刻脑子有些乱，总觉得事情的发展似乎不太对劲。按理来说，魏无羡身体既是恢复到了15、16岁，既也应该回笼才对，可观他的反应，是不是太过淡定了些？15岁啊？那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？知道啊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昨日夜里他便恢复了以往的记忆，只是不明白为何身体仍是维持着5岁的模样。老实说，看着镜子里圆滚滚、胖嘟嘟的自己，他是无比嫌弃的。可想着5岁的自己就能给自己找个道侣，而他15岁了，不说道侣，连个手都没和蓝湛牵过，他又无比嫌弃15岁的自己。后来一想，5岁的自己替15岁的自己找了个他15岁时喜欢的人做道侣，这得是多牛叉的人才能干得出来的牛叉事。想想那个牛叉的人，5岁的自己，他也不好对5岁的身体再表示过多的嫌弃。对于那让他误解怀了宝宝般的小肚腩，他也只能撇撇嘴，道一声好样的，再偏过头，眼不见为净，捕捉到魏无羡眼底一闪而过的狡黠。蓝忘机沉默了片刻，忽而道，你是什么时候恢复的记忆？昨天。所以蓝二哥哥，既然我已经恢复了原身，那么洞房花烛夜，咱们是不是应该要做点什么才行？魏无羡呲了呲牙，睡前他还无比郁闷，5岁的身体他不能做什么，如今恢复15岁，却是没有什么不能做。动了动身子，睡前穿在身上的睡衣，如今被撑成了几块破布相继掉落，露出了白花花的一片来。蓝忘机下意识闭了眼，耳旁听的一阵窸窸窣窣声传来，紧接着便被一片温热扑了满怀。二哥哥，你闭着眼干嘛？魏婴，你没穿衣服几个字，他到底没好意思说出口。二哥哥，咱俩谁跟谁呀？你这么见外？魏无羡抖了抖身子，往他怀里缩了缩。再说了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蓝忘机下意识想反驳，然后想起此前魏小英非要他替他洗澡的事，又默默闭了嘴。魏婴就是魏婴，不管5岁、10岁还是15岁，他们本就是一人。事实证明，5岁的魏小英虽然本质上同15岁的魏无羡并无什么不同，但除却本质，从性质上来说却是完全不同的。蓝忘机原本并没有想要对魏无羡做什么，至少抱着5岁的奶团子，他是能做到心无杂念的。然而15岁的魏无羡，热情的像是个能勾魂摄影的小妖精。虽说蓝氏先祖出身庙宇，然蓝忘机到底没有看破红尘，是以即使不知在心底念叨了多少遍家规，到底没能抵挡得住小妖精的诱惑。天边泛起鱼肚白，蓝忘机便也没了再睡一觉的打算，俯身在魏无羡额间浅浅落下一吻。看着沉沉睡去的人，眸中划过一抹笑意，眼神从他锁骨间的青紫处扫过，双耳经久不消的热意又更明显了些。魏婴，
好梦，忘机。新婚第二天一早，新人须得给父母长辈敬茶。蓝曦臣站在清衡君身侧，见着独身而来的蓝忘机，微微挑了挑眉，有些不解。小孩子爱睡懒觉，他其实是理解的。不过新婚第二天，若是因睡懒觉，到底还是不合适。父亲、叔父、兄长蓝忘机一一同众人见过礼，看着欲言又止的蓝曦臣，抿了抿唇，莫名有些羞耻。他总不能告诉他兄长，昨日夜里他闹了魏无羡太久，以至于他现下起不来床吧。蓝曦臣眼角跳了跳，看着沉默不语，耳垂却越来越粉的蓝忘机，有那么一刻觉得世界有点玄幻。魏无羡如今才5岁，他家弟弟真这么丧心病狂？忘机你，无羡他还好吗？蓝曦臣问得小心翼翼，虽然心底有了些大概的猜测，可他到底不相信他家弟弟能凶残到对一个5岁的孩子下手。他还好。蓝忘机低了低头，微微敞开的衣领处露出一片红痕来。蓝曦臣见此，蓦然瞪大了眼，目光复杂地看了他一眼。原来他家弟弟真的连个孩子也不放过，伸手替蓝忘机拢了拢衣领。蓝曦臣凑近他，低声道：忘机啊，无羡他还是个孩子，我知你喜欢他，可就是再喜欢你，也得等他长大一点了。蓝忘机眨了眨眼，捕捉到蓝曦臣眼底的复杂，莫名就懂了他的未尽之言。原本只是淡粉色的耳垂，瞬息之间似是能滴下血来。他兄长不会以为他是个变态，把5岁的魏婴怎么了吧？忘机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魏婴变回来了的话，蓝忘机尚未说出口，便听得蓝启仁沉沉一声叹，冲他摇了摇头，7分怒意，3分无奈，汇成了10分的愧欠。蓝启仁说不清自己此刻心底的感受，虽然蓝曦臣拢蓝忘机衣领的速度很快，声音也特意放得很低，可在座哪个不是修为高深之人，越是如此小心翼翼，反而越是能让人注意。他从前对他小侄子再是放心不过，可此刻却只觉荒唐。蓝启仁一言出，蓝忘机便接收到了他父亲及一众长老的注目礼，目光灼灼，他一时也分不清里头所包含的具体情绪，只是很确定此刻自己无比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也不知是谁紧接着又叹了口气，而后接二连三的叹气声响起，再然后又诡异的安静了下来。蓝忘机往蓝曦臣身后躲了躲，听得此起彼伏的叹气声，也跟着小小的叹了口气。这些都是看着他长大的长辈，想要解释的话，他反而开不了口。又或许在这些长辈眼里，15岁和5岁大抵并无多大差别。二哥哥，你怎么不叫我？